2026年6月1日，福建厦门。镁光灯亮起的那一刻，一个穿着检察官制服的女人走进了镜头。没有古装，没有甜美笑容，没有那件让无数人熟悉的校服。她叫谭松韵。而在今天，她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季三妹。你们不知道的是，就在前一天5月31日，她刚刚过完了自己的36岁生日。然后第二天一早，她就踏上了这条全新的路。这不只是一部新戏开机的故事，这是一个演员在最关键的节点做出最重要选择的故事。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春河之上，以及谭松韵这一次到底在赌什么。谭松韵是谁？如果你是2016年开始追剧的观众，那你一定记得《最好的我们》里那个扎着马尾、穿着校服、眼神里全是青春的耿耿。那个耿耿让谭松韵从一个与 quote《甄嬛传》里的小配角与 quote 变成了一个真正被记住的名字。说真的，谭松韵的出道故事并不是那种天赋异禀、一路开挂的爽文剧本。她出生于四川泸州叙永县，从小学古典舞，2007年考进北京电影学院。进了这个行业，她拍了不少戏，但大多数都是与 quote 看过就算与 quote 的路人脸。直到2012年《甄嬛传》里那个短命的纯贵人，让一部分观众注意到了他。但真正让他爆发是2016年，最好的我们，一部网剧，零宣发，低成本，却凭借真实细腻的青春质感席卷全网。谭松韵饰演的耿耿，成了那一代年轻观众心里的白月光。你猜怎么着？接下来几年，他用一部接一部的作品，把这个人气稳稳接住了。锦衣之下的腹黑女捕快，以家人之名的小橙子，蜀锦人家的季莺莺，她把每一个角色都演出了自己的气质，温暖、倔强、有韧劲，但从来不让你觉得她在卖弄。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观众对谭松韵的印象长期停留在一个框里，甜美、青春、亲切感。这个框是她的优势，也是她的天花板。如果他一直待在这个舒适区里，大家会喜欢他，但不会敬重他。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项目出现了。这个项目最初叫赤焰，光是这个名字就能让你感受到它的气质。赤是火焰的颜色，也是正义的颜色。焰，燃烧、灼热，无法回避。听起来像什么？像一部动作悬疑大片，或者一部充满张力的刑侦剧。但你们不知道的是，这部剧其实瞄准的是一个在中国影视圈几乎从未被认真触碰过的领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也就是与 quote 未检与 quote。未检检察官是专门负责涉及未成年人案件的检察官，他们要批捕，要起诉，但更多时候他们要做的是感化、教育、挽救，让那些因为各种原因走到悬崖边上的孩子被拉回来。这不是一份光鲜的工作，没有大案要案的热血，没有破获悬案的高光时刻。大量的时间，他们在和一个个破碎的家庭打交道，和一张张不知所措的少年面孔对视。而这正是春河之上想讲的故事。剧名也在这时候悄悄变了，从赤焰变成了春河之上。与 quote 春河与 quote 是春天破土而出的幼苗，是正在成长的少年。与 quote春河之上与 quote 意思是我们站在这片幼苗的上方，不是俯视，而是守护，是遮风挡雨，是让它向阳而生。这个改变不只是名字的改变，是整部剧气质的定位，不是燃烧的刑侦对抗，而是温柔而坚定的守护。如果你也觉得这个选题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记得点个赞，让这个故事传递出去。说到这里，就不能不聊聊这次春河之上背后的团队配置，因为这个阵容真的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导演臧希川，你可能对这个名字不熟悉，但你一定听过他的作品。9亿人、无尽的尽头，这两部都是以扎实叙事和深度人物见长的作品，不是靠特效和流量驱动的那种剧。能把这样的导演引入一个主旋律题材，说明整个项目从一开始就不打算走与 quote 完成任务与 quote 的路子。编剧方面注意了，是李潇和于淼的组合。李潇《玫瑰的故事》的编剧，
她最擅长的是什么？是把一个女性的内心世界写得细腻、真实、有力量，同时让情节推进充满层次感。于淼、于红的编剧同样擅长现实主义叙事，对人物关系和心理动态有很精准的把握。两个人凑在一起，专门去写一群守护孩子的检察官，你光是想想就知道这个化学反应会有多爆炸。然后是制作方，腾讯视频，这不意外。但另一个联合出品方让很多人愣了一下，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中国最高检察机关亲自下场参与制作一部聚焦卫检工作的电视剧。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剧里呈现的案例、流程、法律细节会有真正的专业支撑，不会是那种与 quote 看起来很专业，但其实漏洞百出与 quote 的表面功夫。也意味着这部剧从立项开始就带着一种社会使命感，不只是拍给观众看，更是在为一群长期在幕后默默工作的卫检检察官发声。把这些拼在一起，顶级编剧组合、实力派导演、最高检背书，春和之上，从一开始就不是一道普通的菜，这是一桌正席。评论区告诉我，你最期待哪一个组合？是谭松韵和戴旭的搭档，还是李潇和于淼的剧本？而在这一切的中心是谭松韵，她饰演的季三妹是一位刚刚进入卫检部门的年轻检察官。起初她也和很多人一样，觉得卫检工作不过是与 quote 小儿科与 quote 是那些鸡毛蒜皮的家庭纠纷，是那些还不懂事的孩子犯的小错。但随着她越走越深，她开始看见那些案件背后真正的东西。每一个走偏的孩子背后都有一段没人看见的历史，每一个看似微小的案件都牵动着一个家庭的命运，甚至一个人一生的轨迹。而季三妹就是那个站在法律和温情之间的人，她必须用冷静和严谨保护公正，又必须用真心和耐心抵达每一个迷途的少年。这个角色的难度不在于她是与 quote 反派与 quote 或者与 quote 大女主爽文与 quote， 难度在于她需要演员具备真正的分寸感。太硬就失去温度，太软就失去力量。而这恰恰是谭松韵最难得的那种能力。她从来不是靠爆发力取胜的演员，她的强项是那种细水长流的情感输出，是让你在不知不觉间就被她打动的那种表演方式。季三妹这个角色就好像是为她量身定制的一把锁，而她就是那把钥匙。开机日期选在了6月1日，儿童节。剧组没有专门说明为什么选这一天，但所有人都懂得这个仪式感意味着什么，用属于孩子的节日为一部守护孩子的剧集启幕。而就在前一天，5月31日，谭松韵刚好度过了36岁生日。36岁对于一个女演员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数字。娱乐圈的隐形年龄焦虑大家都懂，但谭松韵在这一年的选择是把一个要求极高的现实主义职业角色扛在自己肩上，是用生日后的第一天去开机，是用春和之上去告诉这个行业，他不只是那个永远甜甜笑着的与 quote 耿耿与 quote， 他已经有了更远的地方要去。最后我想说3件事。第一，春和之上的意义不只是谭松韵的转型，它是中国影视第一次用一整部剧的篇幅去认真讲述那群专门守护孩子的检察官的故事。这个题材本身就值得我们关注和期待。第二，这部剧的整个配置太稀缺了，有最高检背书的专业性，有玫瑰的故事，编剧的情感厚度，有9亿人导演的叙事水准。这样的组合在当下的剧集市场里并不多见。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谭松韵这一次压上的不只是一个角色，而是他对自己的一次重新定义。在他的官宣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与 quote 以法为壤，以爱为光。我是季三妹，守护孩子成长，从此刻开始。与 quote 从此刻开始，不是从以前，不是从将来，就是此刻。他站在镜头前，穿着那身制服，在6·1儿童节的清晨选择了这条路。春和的幼苗需要阳光，也需要有人挡住风雨，而这一次谭松韵选择成为那个挡风雨的人。
关于春和之上。